那天其实很壮观，大场面，然后而且所有的妃子都穿了朝服。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因为那个帽子就搁在这儿，这儿基本上就搁了一个印儿。对啊，有好多人第二天这个地方还在青紫，一直压着你的脑袋，然后你抬不起头来，很重是吧？特别重。那个梅洛，就很沉。我刚开始拍那几天就是头疼，拍到下午就开始头疼，然后我的头发掉了很多。觉得我这部戏拍完，基本上练了铁头神功，铁头神功就练成了，每天感觉像顶了个行李箱一样。拿来用了。那你有没有跳脱呀？没有，我们绝对是神还原。他那个妆容呢就是造型师给我们的一些老的那种图片嘛，然后我们是照着那种感觉去做发髻，去买饰品。洗手间就是得这样子，螃蟹走路。进车的时候也是。因为那个蒙古头实在是太大太重了，我经常就是拜那种大拜的时候下去以后就起不来了，就是必须要人拖起来，就是他直接栽过去了那种。非常好，非常好，好，来起立。对于他来说应该比较困难，加上发髻加上饰品可能有10来斤那么重，每天顶着他都很痛苦，就很容易往前遮过去，然后就必须自己在那控制住，所以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就是要对抗这个的力量。这部戏的话，我们比别的戏投入的点翠的数量是多3倍到4倍，都是真材实料。我们的头饰上面有很多就是很好看的颜色，像景泰蓝那些东西，包括是点翠，那个是最贵的，一个小小的头饰都是钱。所以我们都特别谨慎，因为走路的时候怕甩了掉了，赔不起啊。在服装啊、饰品这些方面，其实有很多我们需要去适应的，就是包括我们走路的时候花盆底的鞋，还是要适应，崴脚崴了好几次了。尤其外景的时候是那种石板路。我第一天拍戏，第一天穿上我的花盆底儿，我那天穿上以后，我心情还挺好，我觉得哎呀，特别有那个大家闺秀的感觉嘛，就是整个人就立起来了。结果第一场戏要我在鹅卵石上走，我的妈呀，那个石头还不一样大小，有的这么小，有的这么大，然后那个凹凸不平，已经是宫女扶着我了，我都没办法走得稳，我就一直摔到最后华哥都已经转过来想说，摔成这样你怎么进宫的？我们戏里的服装，我最喜欢的是迅姐的，制作工艺都很复杂，每一套都是手工的。周迅他说他很希望跟张老师能够有一次清宫戏的造型合作。跟阿叔其实是第一次真真正正的这样子，对于一个角色来讲是第一次。在这之前呢，周迅也没有演过清宫戏，张树平老师也没有做过清朝的服装造型。所以呢，这次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啊，所以也谈得很顺利啊，那就开始合作，一拍即合。我的头是真的每天编出来的，它不是只是一个发套。我那个编头发是要用一根带子先把所有头发抠在这个头，我自己这样拿，我大概要拿1个多小时。而且，比如说这次用了很多古董，它耳环就是这么重的。它那个东西就是不能甩那么大头的，留须是会这样子卡在你眼睛里的。眉形我特别喜欢，因为那个其实是非常难弄的，就是说那个人物就出来了，就是用手，对，用手自己点的啊。用阿叔要求的，以前的人呢，肯定不会那种用那个刷子啊，咔咔刷一下，都是用手点出来的。我发现我有一天读台词。我开始挑多余的字，我觉得这个字可能不要，但我在想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阿叔那儿来的，就是精确，就是你的长短，你的这个领子要扣到哪里，得一次一次的试。就我一般站在那儿，我基本上要站1个多小时、2个小时。阿叔有这个功能的。难得的，很乖。
阿叔跟我们说，你看看后面人家景是什么颜色，然后你再配这个衣服。红的帽子吧，西服。对，这个是西服。每一个造型我们都会发照片给他看的，然后他每次都很细细的给我们看，哪个东西不行啊，用红笔给我们画出来。他眼睛是很有力度的。对，我就是喜欢我的衣服，还有我的帽子啊什么的。朝服是很难做的，然后是阿叔他每次就是坐在那个绣工那里，怎么指点，很辛苦。看他有的时候都睡着了以后，然后他还是坚持坐在那里去指点，给我感觉到有一种对美的崇拜。那这种态度很感动人。够。那这够。我弄了一个这么难看的东西。有能量的造型，它会帮你入角色。而且还会帮你产生戏。这个应该是阿叔的珍藏。我去过服装间，哇，非常震撼。你要知道，整整2大间房间，还有周迅的衣服在车上。如果说我只是做出了文字方面的努力，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给出的就是给人一种视觉的震撼。什么是礼节？就是委屈自己的身体，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可能张小龙这个名字不一定是那么熟，但是温太医当然大家很熟，很多观众也都蛮希望说我到《如懿传》里面演戏的。我说我在演呀，他只是演的幕后的一个角色，礼仪设计。现在皇上可跪，1叩首，2叩首，3叩首。礼仪是让观众更相信你这个戏，更相信你这个时空，更相信你演员塑造角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给太后请来，侧右腿跪的，侧右腿跪地上。我们说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所以带有很浓重的这种满族特有的东西，所以在很多动作上跟中国其他社会朝代是不一样的，主要是在膝盖上。清朝可能说作为这种尊卑体现的达到了一种极致。比如说婚丧嫁娶这些事情，祭祀这些事情，跟礼俗有关的事情，大到这些卢比一丈，小到一个举手投足。我们需要这个整部戏的仪式性的东西，因为有没有仪式感，对一个古装戏历史剧来说太重要了，它能够让你的戏更厚重。手放在身体两侧啊，自然下垂。对，勾起你的手，咱们进行下一个动作，来拜，看自己的双手的距离啊，放的位置对不对？帽檐触地。我刚才也给通过不同的礼节，一是表达自己内心的尊重，其二呢，也是为了维护一种秩序，就是你通过这个礼的大小来区分每个人身份的不同。我很喜欢礼仪部分的东西，会帮助我们来塑造角色。刚开始还是会有些不太适应，就现在只要见谁说什么话，我都知道该行什么礼。走路先走哪只脚啊？就是踏门框的时候先踏哪只脚啊？然后该行什么礼啊？我都是还挺感兴趣的。比如说在室外的时候，嫔妃之间是有这样的礼，那在室内的时候这个就不能用。最不容易的，我觉得其实就是老要跪。我们有一场戏是金玉妍刚才我说被打的那场戏，我们不是所有妃子都跪在那儿吗？当时特别逗，刚开始拍的时候，婉英还说。我不用那个护膝。我说你真的得用，没事，一会儿就起来了。拍了一个镜头，自己起来了啊，不行，服装老师给我一个护膝。真的呀，因为我没有想一跪要跪那么久呀，结果跪了一会儿之后，发现真的要疯。因为我们带着护膝都觉得疼，他不带护膝根本就不可能。我也会经常看见迅姐就是在现场就要做一些舒展运动，就撑一撑手啊。所以其实一天下来，穿那个衣服走那个路，戴那个头饰，也挺累的。练上那个跪的动作，现在在你基本站姿基础之上啊，一起来，跪。宫女特别难，每天都得站着，而且还要有一个形体，腰酸背痛腿抽筋，拍完了立马就爱拍呀，捶捶腰啊。我站了8个月，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强，我的腰肌，所以就觉得太不容易。
周迅老师的第一天拍戏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俯身3拜。当时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没有关系，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可以，因为你是礼仪指导老师，我就听你的。我就跟他做了，那3个动作做的特别完美，比我示范的要好。周迅是我最喜欢的演员之一，他是艺术家级别的，但他能够看这些人去指导他的礼仪，甚至于指导他演戏的过程中用一个什么样的礼仪来演戏，这个是很难的。我们的礼仪指导要有一个什么样强大的内心，然后周迅老师他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包容、温暖，来鼓励礼仪指导。其实我的礼仪真的太少了，我是算比较幸运的。相对来讲，他们会很辛苦，其他演员他们随时都要有那么多的大礼，而且他们这些妃子要跪下什么都不容易，因为他们的衣服很长，还要配合对白、配合情绪，其实是蛮不容易的。有一场封妃的时候，那个大典，一提气都要做。哎呀，这个挺难的，这跟瑜伽似的，一提气拜就很细很细的。行6肃3跪3拜礼。1肃，肃就是吸气，每个肃都是吸气啊。1肃，跪。6肃3跪3拜大礼，这是真累。6肃就是提气，跪下来，再提气，再拜，然后站起来，这是一轮，要跪3次。2肃，拜。兴。要一直提气，然后跪，那个头又很重，就是所有的这个顺序很难记，而且过程特别的长。还好没在古代，要累死本宫了。但是我觉得那场拍的真的是特别好，特别好，整个画面特别的整齐，然后他们的动作呢做的也非常的端庄，然后气氛也非常的肃穆，整体反正看起来当时我觉得很惊叹，真的很惊叹。一进宫的时候对皇上行礼的时候就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双手这样子，然后咔搁在胸前这样子。每一场戏如果需要的话，礼仪老师都会蹦出来，然后在你身边说，哎，这个时候要行个礼什么样的。我对皇后娘娘基本上就会有敬意嘛，也就会对她表示感谢啊什么的，都会有一些正规的礼仪。在礼仪这部分呢，其实我们尽量的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之下，然后再有一些创作。其实我有一场戏印象深刻，就是我在皇上面前跪着，跟他有一点争执。在实拍的时候，他说你回到你的宫里去，我只眼睛一直看着他，我并没有行礼，我就转身走了。然后我可能也问礼仪这方面可不可以，会不会因为这个不合理，然后但是他们老师都会说没问题，只要你情绪到了，这个是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也能展现出你此时的心情。嘉妃监视，敬为嘉贵妃，协理6宫。其实当时那场戏大家挺有争议的。我说我都怀孕8个月了，我肚子那么大，我正常一个孕妇她绝对扣不下去。后来大家一商量说啊，那让那个甄叔扶着我吧，哎，扶着我不全趴下去，要不然孩子都得挤出来。周迅老师有场戏，他母亲进宫来见他，当时我跟导演说，我说导演，我能不能用一个礼？导演说什么礼？我说是满族的一种大礼，而且这个礼仪在清末也已经消失了。要先蹲下来抱着妈妈的腰，然后再去贴妈妈的脸，这个挺特别的，叫抱腰贴面大礼。但是因为第一次你还看到啊，这会有这样的礼仪，对你的思念用一个礼仪就表现出来的。如果见面磕一头，没有身体的接触是不行的。观众是希望看到一个相对真实的一个生活环境的，这点很重要。只要完成我们心里面的要求。这是唯一的衡量标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团队，大家在一起是在艺术上的这种追求，制作上的这种唯美，就是精益求精。对创作的精益求精是不会停止的。什么是美？我们要用尽所有的一切去追求这个美。这是一个创作者的严谨的态度，不断的在实验各种材料，就一如既往的细腻吧。它的细节，我可能会做不到完美，那我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离它近一点，
就是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所以还是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是一个我们心里边的乾隆盛世。哎，听好了，上去，说你的词儿，然后出发，以下定。秋闲大典，乃我朝家传之法。像《如懿传》，它不是属于一个特效片，有一些戏，有一些场，它是现实中无法完成的。特效主要是在里边配合这个戏里面的一个剧情啊，来给它做一个呈现。乾隆盛世从画面上来讲更声势宏大，包括像坝上拍的那些狩猎啊这些。我们的器材已经基本上接近电影了，其他镜头各方面都基本上接近电影。不是像那个小打小闹的去换个弓箭就射，就像史诗一样的。万岁！万岁！万岁！灯光部门跟摄影部门27万人，机器多一点，你节奏上或者时间上控制上比较快一点。大场面的群众演员都将近1000来号人吧，然后再加上所有的工作人员，应该是我目前工作为最多的人数了。除了人还有马，天气呢也不是特别好，我们还得抢时间，就在下雨之前要把我们想要拍的戏份给拍掉。在坝上的时候，我们组已经调了很多马匹进来了啊，但是实际上跟当时那个年代故事里面所描述的那个相差还是很远的，需要我们特效来给它做弥补。我们是在里面加了一些色彩，美术的韩老师当时也聊过，因为整部戏是一个宫廷，就是女性色彩比较浓郁。然后呢，我们坝上草原这块戏呢，就是它要呈现更多的一些阳刚之气在里面。如果要想射的话，就是这样。搭着一搭就好，那可以这样的话就这么着，对，看着就像射。好，如果要射的话，随时都可以。好，从这个坝上来说吧，其实它狩猎这一块就是要表现一下它那个恢宏的狩猎的一个氛围。我每次镜头都在这种这看，都在手心上，往前走一点再手心，往前走一点再手心，往前，这不是对了吗？1、2、3，这，挂了。别笑，你这样你肯定赢的，我感觉把你身子到这。这个大人，画吧。场景这边是美术部门来做前期的一个计划跟筹划的时候，它已经有一个设定了。但是有一些东西是美术可能在前期它不好去呈现，这个时候就需要跟那个我们特效部来介入进来，跟美术部来共同来实现某一个场景或者某一个气氛。我希望这个光，很多光它都是戏剧化的光，随着戏走的。你现在是什么情绪，你就应该衬的是什么背景。把这个镜头啊，快卸下来，快抓紧啊，马上就好了。送镜头都快点，快跑2步。我从陈导这就真的看到了以质量保生存。好，建华可以，位置可以，靠左一点，建华，稍左。再往左一点，哥。把它放中啊。拍的每个细节都是特别有质感，特别有质量。建华往右一点，建华往右一点，往右。好，挑头，快，迅速再来一次。好了，预备，走。我这人比较直，就是说工作就这样。那我们都希望是一个得到一个很好的画面。作为导演，作为摄影师，如果懂戏的话，他想要什么？必须得灯光合作。导演在拍每场戏的时候，都会站到一个角度，他看光，他就知道那边再上去一点，那边再下来一点。往这片打，看这片，所以看前后都有了吗？好，来，预备，开始。停，好。拍你的手得了。坝上的条件相对比较艰苦一些，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比大队要提前2到3个小时，然后去做准备工作。
兄弟姐妹们都开心一点啊！舞蹈演员也要面带笑容。来，预备，开始音乐。当天我们去到坝上之后，看完场景，然后第二天就要拍了。导演说：“那我要20个摔跤手，18个马头琴，还有一对那个蒙古的那个稀有的那种鼓啊，然后还有那种腮，然后舞蹈演员我要20个舞蹈演员。”这个舞蹈主要是我们蒙古族的安代舞，蒙古族人就是家里来到远方来的客人，我们要隆重的招待的时候，我们姑娘们就会跳起舞来，就是表示对我们客人的一个欢迎和对自己一个热情的表达。感谢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为这个戏贡献了很多，也很敬业，也很专业。古装戏，尤其是长篇古装剧的一些经验，它可能跟现代戏的超操作，它确实是不一样的，也包括甚至跟人与人之间的打交道的。就是我们这个戏呢是古装，拍摄所选的场地都是景区，这种景区现在是游客旺季，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人。还有就是我们这些明星演员，他们的造型啊、服饰啊，都是不能向外透露的。你们都跑来干嘛的？我们跑来看华哥的，我们大老远的跑过来看华哥。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不能让游客能近距离的到我们这来观看，我们就需要把这些游客聚到我们拍摄现场以外。其实我们这种制作的话，都是所有人一起拍出来的，不是一个人拍出来的。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感谢导演和我们的美术。然后他因为这样的大场面是完全靠他们来营造这个氛围，有一些这个江南的秀丽的这一方面体现一下。其实更多的是把整个这个发生在北方的这个清朝戏里面加了一些其他元素，让整个戏更饱满和丰富一下。这是后期效果图。对对对，都是按这个船从远处这样划过来。我们这个机位摆好了，然后呢，船是从那边，就是那边有排的位置，从那个位置排好位置往这边行驶。再稍微远一点，再稍微远一点，靠远一点，靠远一点。小船是怎么横着摆呀？凤船位置再往前。下江南的船队啊，船队因为像我们这个戏里面真船就是有2艘，一艘是皇帝船，然后一艘是皇后船。那像其他一些妃子船了，包括太后船了，包括一些兵船了，这些啊随行的一些大船队，这个是我们特效来呈现。包括他南巡是吧？船队啊，包括在苏州的那个码头，他下船呀、上船呐、街道行进呀，就是想更宏大。不同于一般的那种，原来所说乾隆经常南巡，都是微服私访啊，不是那样子的感觉。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千岁千岁千岁！我们说写意也好，我们说这个有一些浪漫的，或者我们说在表现形式上有一些抒情性或者什么这些东西，或者不那么的落地，或者不那么，甚至我们到最后还有点魔幻的东西，包括要从影像上的感觉呀，从场景上啊，我就想，既然接着这个戏，就要有突破，虚构的历史和真实的幻象相结合，接受挑战就是把它弄得更好，最好。我们《如懿传》是从北京转到坝上，再从坝上转回北京，再从北京转到苏州，苏州再转到余姚，余姚再转到横店。从艺以来拍过最长时间的一部戏，基本上经历了春夏秋冬。那时候夏天特别热，然后我们棚里面也特别闷，然后现场还放烟，然后灯光照着我们，又戴着毛领。然后迅姐捂着棉被，我在那儿烤着炭盆儿。位置都别乱动啊，坐好了位置。我的脸都已经涨得通红通红了，但是我们还要演出来瑟瑟发抖的样子。喝了姜汤差不多了，阿若你也把姜汤喝了。但是那场戏经常拍着拍着，我跟迅姐都特别爱出汗，然后我们就流汗，然后导演就拍一会儿就喊停，擦汗继续拍。只要拍雨戏跟水有关的戏，天气就特别冷。降温10度都有的，
拍戏那个时候会特别辛苦，而且因为我皮肤过敏，对那些水在身上在脸上特别难受，我可能要先上一层油去隔掉一些跟水的缝隙，然后会有保鲜膜打底。不怕雨不怕风，大衣搭配毛巾，塑料袋已经拿走了，刚才还有塑料袋。现在感觉还冷不冷？不冷，我们凭着一个热血的心态拍戏，我们一直都录了。但是没办法，冷就还是会冷。这个比较对，工作是两个人这样子过来过去，那都有一个跟着紧的。其实完全是要跟戏走，跟情绪走。不管雪呀、雨呀，基本上都是咱们人工去做，需要提前的去找它合适的那种位置。这马上开了，现在觉得好重啊，衣服好重啊。很费功夫，而且呢，雨的大小，一会儿雨大了，一会儿雨小了，或者这边有了，那边没有，你就要不停的去调整。就说演员其实有时候，你给他一个好的氛围，其实他是非常愿意演好。有雪有雨，雪机的位置啊，都是我跟他们去定。我说镜头在这儿，你下雪的机器在这儿，你从这儿开始给我下。你这撒的是什么东西啊？碘化盐。碘化盐，你是用它做雪吗？对，用它做雪，道具雪。有问题大家一块想办法，不管是我们的导演还是咱们的主演。我们每拍一场戏都会要有一些烟雾缭绕的感觉，就会拍出来质感上面会比较好。每天都会熏那个咖啡豆的味儿。咖啡的这放烟的这个是我带进来的。我说先这么点着，然后拿这个小风扇，看这么吹，烟就出来了。原来他们说拿烟饼，我说我不同意，但因为你放烟不是1天2天啊。如果都拿那烟饼，烟饼就是松香跟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化学物品弄在一块儿的，跟你这个咖啡豆自然的燃烧，它毕竟还是不一样的吧。然后一熏就是1天，本来特困，然后一熏那个味儿就醒了。这个是我比较高兴的，能为大家能做一件事情，而且呢，我自己也比较受益，啊，自己的健康也没有，也得到了一种保证。为了防止这个木柱子不被烧掉，所以说我们就提前把它打湿。我有时候有一些包括场务放烟，都得要配合合作。每一个部门其实包括你常务，常务帮你弄个大炮，弄个轨道，弄个必须的，就包括你景道具。快点接水！我上去救的时候，李玉拦着我不让我上，他一抓就刚好抓到我的辫子，就把我的假发全给拽下来了。然后我跑过去发现自己头发没有了。准备。因为那一天拍自焚那场戏的时候，其实是大概我已经连哭了第6天，那1个礼拜对我来说是特别难熬的。我在想，一个人到了那样一个状态，跟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之后，你还会哭得那么激烈吗？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觉得他可能都有点哭不出来了。我就把自己陷在了一个很空的一个状态。哇，那场放火的戏是真的，我觉得我们那个火放的好美我还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环境。如果说你的剧的前提风格是一个古装正剧的话，你没有这些东西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有生活细节。最大的挑战还是找到一个属于这个戏的独特的一个美学观。这个报纸的风景来看是一个万字形。
跟导演合作，觉得挺难得的吧。我觉得特别好，而且对美术这边呢是给予非常大的帮助和认可，因为他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找到，然后我要跟导演要交流要得到共识，要跟执行部门要把我的这个感受要表达出来。美术这块就是韩老师给了一个《如懿传》一个世界观，然后呢，我们是怎么去丰富每一个世界里边的城市这些细节的工作。你要进化，进化看一眼。等会儿，他还不能这样说话不行。他这个是还得靠近前吧。韩老师那个擅长就是大，就是他就是要把它做大、做好、做完美。但是这也是我想要的，也是汪导要的。其实就是度，我觉得把握度是特别难的。乾隆盛世是封建社会最辉煌，或者是它一个顶峰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的国力是最强大的嘛。那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要强调出来。从颜色和质感的两方面吧。皇宫里面呢，韩老师概念就是说，他想做一个比较强烈的对比。他觉得可能在整个北京城里面，这个紫禁城应该是一个金字块一样的这么一个状态，闪闪发光的，和周围的这些普通的百姓能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这个基础上，你给我尽量的华丽，前提是你不能假，你不能做的一个让人参观的一个地方，而是嫔妃们、皇帝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一个环境里。他其实除了大的世界观以外呢，跟我们提到就是乾隆盛世嘛，就是说丰富应该丰富到一个什么样的极致。对，在这里面给我们其实灌输了好多设计的中心思想吧，然后我们沿着他这方向整体往下去走，再落实。他让我一点一点的去把这个整个空间立起来，这个是觉得特别难得。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从基础地基开始，木工、瓦工，然后后面的就是雕刻工，加上最后的效果。每一个场景，实际上就跟东西12宫都不同。看似是一个紫禁城，它不是一个复原，不是一个写实的。一共搭了有6、7个景吧。其实我们改景的这个量其实也很大，也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汪导聊过，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小景或者散景都要按照主场景去对待。其实每个景都有一些现代元素的融合吧。我们构架这个戏的美学原理或者是叫物质的世界观，都是一个假想的，我们还是属于一个写意的那种工作方式。大概风格确认了以后呢，然后会做一些制作图的这个设计。这些呢，我们都是根据在这个宫殿里面住的这个人物做的一个贴近人物性格的设计，希望把人物的性格，做得更饱满一点吧。3位新人向皇后娘娘行叩拜大礼。臣妾请皇后娘娘安。翊坤宫一般都是皇后来住，里边有几个元素强调一下，就是第一，里边没有清朝的瓷器，我们都做的是宋代的5大名窑。第二个呢，就是里边有大量的这个竹子，就是竹器，它的体现出来的这种味道也比较雅致，到处都是清雅之气。第三个是一个就是如懿作为皇后之后，她背后的一个非常大的一张画，这个画我们是刻意的按照郎世宁的那种笔法，特意的我们要画了一幅，就是2个白色的孔雀，白色不言而喻，是要就映照着这个如懿的内心对这种纯洁爱情的一种追求。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一对儿，也想这个就是映衬着这个如懿心里边的一个追求，她是希望是一夫一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把它做成孔雀，孔雀是反鸟，也就注定了这个如懿不能称为后，就说这个她不是凤，这也意味着她的命运。如懿的一生也没有真正的作为皇后下葬也好，或者最后给她的这个一个谥号都没有成为后。拿去年来说吧，就是她因为对人物整个她沉浸在其中。之前我们聊过一次这个翊坤宫的屏风的事，这个
个创作本身讲，他还是希望我们每一样道具在他心里边是能够打点的，他的直觉可能更敏锐。我们也希望说，通过他的一些反馈，在创作本身上，我们有些新的一些想法。这部戏也是大量的积累，让这个戏观众相信。我们喜欢用气场这个词哈，因为这有很多东西没办法名状它，但是它就是形成了一种场，这种场它真的是可以感染到你。美术我还是挺喜欢的，翊坤宫和那个延禧宫，我都挺喜欢的。北京的延禧宫最复杂，占地3000多平米，然后我们整个搭了2进院的一个宫殿。其实这个有3个月，整个布置好，从前到后。如意进宫之后，就是给他分到的是延禧宫，啊，一个是离皇帝最远，还是呢相对来说是最普通的，啊，但是这个普通绝不是平庸，而是那种含蓄。如懿比较早期的那种，她对爱情的那种感觉很纯粹，那种细腻。耐看，啊，做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向。现在这个延禧宫已经在大概180年前吧烧掉了。为什么我还是说这是个写意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所做的这种方式，全都是抓住了这个意或者是神髓，看起来像。延禧宫的有一个主题叫双生，什么叫双生呢？就是所有的物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要孪生，这就是暗合了他们人物关系。我就希望他们是一个生死相依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里边做的设计的时候，就是刻意的做成一对一对的，这个就是延禧宫独特的灵魂。这一块它整个的其实这个形状啊，是一个莲花的一种形状。如果光那么打过来的话，这个开口就是一个莲花。其实这个在故宫里边没有这么做的，但是你现在看的并不突兀。这就是一个神髓我们不是照抄，主题要更突出的是那种姐妹情感，所以呢，我们做的这个莲花也是并蒂莲，啊，就是双生莲。延禧宫是这个就是如懿早期的一个宫殿，跟它那些宫殿比呢，这个就是偏老一些，偏旧一些。这边呢就是卧室，讲究呢就是色彩，除了灰色，然后就是青色。你看它这个色彩，面料的那种珍贵缂丝，过去的讲叫1寸缂丝1寸金。预备，开始。我们做的任务还是那个嘛，就是服务于拍摄，根据这个人物的特点啊，比如说如懿就是需要，她那种雅致，要从这个细节里边看到她的与众不同。其实我们最喜欢可能是朗华的长春宫，非常的写实，非常大气，做的非常精细，特别美，超级美。就从镜头里面去看它那个层次感、景深，真的很好看。这是写意和写实结合在一起了。他用的是深蓝色的那个纱，透出去特别好，很持重，就是但是有质感又特别好，拍出来光一打，它那种氛围就特别舒服。1、2、3。小心，去信饭店，狠狠讲那帮奴才的嘴。朗华呢，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所以他的房间呢都是比较重的颜色。我们拿这个，比如是深绿、深蓝、深咖作为黑色来用，然后里面再加一些金线、金丝啊、金色的一些图案，然后到处都是凤，因为它到处要体现自己皇后的这个独特的这种位置，这也是他内心的一个写照。所以看似那种朴素简约，这都是给人看的。真的是按照那样的色调，包括比较稳重的那个劲儿吧，可能不见得很多人都能接受。皇后就是不一样，就是它的那个颜色虽然暗，但是暗得很高级。那我们做的就是要她的母仪天下的那种姿态，她所有这样的姿态都是演戏。好，3年1次。养心殿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实际上讲，纵观啊，就是古今中外，权力最大的一个人就是乾隆皇帝。我们就要夸张，就给这人物提供更准确的一个环境。导演的镜头下的养心殿是很漂亮的。我在养心殿，我都惊呆了。我说哇塞，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就是很多细节，很漂亮。有稍微华丽一点的，也有稍微朴实一点的，是
乾隆看书的地方，比较修身养性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感觉。然后我们大致呢是这样的一个设计，一个纵一个横。西暖阁呢说的是纵，就等于是中国历史，把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化特征或者是那种物件，把它给做到极致。东暖阁呢是偏阳，就是等于就是在那个世界上全球能见到的高科技，或者是有全球这种感受的，他说的是这个横，就是横向。最难的就是养心殿的东暖阁，韩老师对这儿的要求是很高很高的，大到这个灯，小到一个手把件儿，韩老师都要拨木的。个人最喜欢就是咸福宫，因为就是高希月的那个宫。高希月我们给它设计成了一个黑化版的林黛玉。我当时一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美术老师非常厉害，想隐约的体现这个高希月他对于这个音律的一个精通的这样一个点。这个其实但不会真想的，要现场跟他拍摄。棒棒的。因为我爱弹琵琶，他们给我做了一面墙的琵琶，就挂在那上面，其实是个非常好看的背景，然后也体现了他的这个才艺的部分。因为高希月是一个体寒的人，气血虚弱，他的那个桌子写字的桌子是跟别人不一样，它比平常的高一些，中间镂空有些檐，它可以在里面放炭，就是你坐在那儿的时候脚是热的。他平时坐的一个座位，我们下面是设计的是有一层这个台子，它就可以放那个炭盆烧炭来取暖。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放一些什么艾叶啊，或者是中草药啊，就是把高希月的这种特点展现的淋漓尽致。3、2、1，准备，开始。是个陷阱啊！是陷阱。你看，他是从这儿，他是看一眼，然后他就过来，往这边来。对，因为魏婉很浮夸，就是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戴在头上，然后穿好看的衣服，就是只要皇上能看见自己就行。按照我们的这剧本的人物来要求，把它给做成水粉系列的一个环境。我们在这个它的宫殿里边呢，就强调的是颜色、色彩，所以它的宫里就是在几个妃子当中是颜色最暗的。你进去在里头挂了很多绿色的帘子，然后还真的是有蝴蝶，然后小鱼缸，还特别有情趣。假装那边还有空间，你最后一站完全没有。准备，开始。微尘不变久留，先行高飞。有些纱看你怎么拍，意境给的特别好，因为它很多层的帘子，然后会有很多朦胧感。哪怕是一个幔帐，哪怕是一排烛光，就能感觉到环境给演员的刺激，就你能相信这个环境，而不是觉得是造出来的一个景嘛，不是的。后来的几个宫殿都是蛮不错的，冷宫呢，做的就很细致。成就感就是冷宫啊，交景的时候，当时这个汪导说了一句话，说这景还行，我觉得这个挺难得的，很难听到他说这样的话嘛，就是可能他的要求也比较高，对。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尽量的用有限的时间去做无限的事儿嘛，呈现一个像清宫戏，又不太像的这么一个夹杂着现代元素的这么一个乾隆盛世的背景吧。物件写实呢，也还是属于感受性的写实，并不是那个东西是针对的，我们只能说是看起来像，就是它的感受是写实的，就是味道对。我们这个戏就是刺绣，也有手工的，还有一些别的加工的方式做的这些东西，还有景泰蓝，这个戏我们用的都特别多，还有缂丝，这个我们用的量都比较大。比如迅姐盖那被子，就我们从苏州买了好多缂丝嘛。对，因为我们也希望说，在演员脸周围啊，尽量去找一些好的面料，去给它做一些近景特写的拍摄。
来丰富一下我们想要表达的这个质感和材质嘛。很多件东西吧，我们都是尽量按照古法去做，更贴近那个当时的工艺。制作道具的量大概在8000到1万件吧。我每次一走到那个场景，都觉得哇，好豪华，而且很多细节做得好，做得细，而且呢还有很多真材实料、有质感的道具。韩忠老师工作比较较真儿，我们所做的东西特别的细，因为也怕有瑕疵搁在画面里头。其实像这个都是我们收的古董，没有100年、80年了吧？真的，这是真的。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有质感，所以我希望他用古董，因为肌理这些东西是很难做出来的。哎呦，你在拍上去的时候，在给特写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那个质感特别好。我们在演的时候都真的要保护它。我觉得最有挑战就是这个马车，就是皇帝出行去打猎的这个马车，以及皇后那个马车。工期也短，而且制作量也比较大，工艺也复杂，所以这是比较有挑战。真正能在水里边能开的船，在苏州我们做的那个3艘大船，既要保证美术的制作要求，另外还有一个保证人员的安全，因为毕竟是在真的那个苏州太湖里边。因为当时我们制作的时间是非常短的，然后我们是在外边加工预制。然后在安装的时候处理有一些实际的一些困难，比如说在路上运输啊太大，我们做的。来，我跟你说，台下劲儿人多，后边克服了。韩忠这次的分寸把握得很好，就是写意和写实之间、唯美和真实之间做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很华丽。但是这个华丽不俗，这个美术的感觉是走在很前面的。每一个工都让我吃惊不小，它没有一个角度是不能拍的。关键是它那个场景拍出来的，它那个颜色和我们的造型很统一，你会觉得有历史依据，但是同时又有不俗的现代品味。他们希望做不一样的东西，希望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创造。每天要面对的东西啊，让今天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状态去面对。当这个镜头拿到手，从无到有，到最后自己一步一步，从建模了、材质了、打灯光了，还有合成了这些，一直到最后呈现出来，制作人员对于一个特效人员来说，它是一种内心的一个满足与愉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认真创作的团队，体会到各个方面每一个演员的表演，我们的场景的设计，包括拍摄，这是一场视觉的饕餮盛宴。我觉得，这个昂贵对我们道具来说，每一件东西都很昂贵，就不止它的本身的这个价值，是我们所有弟兄们付出的这个昂贵。这不要再这么轻易的产生这个满足感。我还是希望是看到一个优秀的剧目，而不是一个局部。这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一个艺术作品，希望观众能够从这个戏里边找到一个总体的感受。这个很多可能就是有待你去想象、有待你去创作的东西。可能宫中的生活比较漫长，鸟儿都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困在这里。抬头每天一辈子见的都是那么大的一片天，就不会像我们现在生活那么丰富多彩。他们可能最多就是看戏。然后大家凑在一起聊聊天什么的，能让皇额娘不讨厌，才是她的本事。皇额娘还给她赐名叫如意。宫里的女人要守着规矩，守着阶级，守着很多东西，而且她们每天其实就这点事儿，挺无聊的。一个演错，全盘皆毁；一枚针鞋扎到的就是自己。主说的有理。您喝口蜂蜜茶吧，清热润燥的。快乐也有吧，快乐，但是我觉得都是短暂的吧。朕赏你后皇后，也许你们制成匾额挂在正殿，满意了吧？
满意。太多的这个切身利益在这里边，皇帝是不是宠爱自己，对于子嗣将来是不是有希望去继承大统，自己能不能够以一样的这个比较高的身份，有一个更好的归宿。儿臣给皇额娘、皇上请安。皇上的爱情，我认为天生都是悲剧的，耍手段，有嫉妒，有这种阴谋、权谋都有，争宠就会出各种各样的事。皇后娘娘盯着臣妾做什么？臣妾也不知啊。令贵妃不知，看来是狂语说多了，顺口就来。在宫里的那些女性都挺可怜的，那些妃，穷尽一生就只爱一个人嘛，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可能大部分都留在了等待上。一个后宫里面，所有的女人在争一个男人，谁上位谁得宠，谁最牛谁当老大。臣妾请皇后娘娘万安。起来吧。他们的待遇差别是基本可以用叫做天壤之别来这个形容了。比如说，他给他们吃的这个肉啊是什么样的肉啊？这个米是什么样的米啊？炭火用的是什么样的炭火啊？你去送炭的时候，我吩咐过你，贵人之下不能用红罗炭，你送的可都是黑炭。错不了，奴才每次送的都是黑炭。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嫔妃一直想往上升不断的想提升自己地位的一个原因了。那这是对于这个自己生活的一种改善。因为我一直是跟在皇上身边的，所以他去哪个宫跟哪个妃子跟哪个人的斗争啊，我都在，我能看到，历历在目。生的倒是周正啊，舌头也灵活。往前啊，奴才在，带他下去乱棍打死。是。帝王的爱情都是畸形的，他不太正常，因为人太特殊了，就注定他们不可能有凡人那样的爱情啊。这就讲一群这样的女人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如何生存的一个事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好，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恶。我觉得他们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确是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出发点。其时到，秀女入场。我觉得我们可能要追溯到刚进府选秀那场戏。请熹贵妃娘娘安，请四阿哥安。突然不知道哪儿冒出来一个如意，皇上还非要选他。青英格格聪颖伶俐，是为嫡福晋。西岳跟朗华其实刚进来，因为是青英太受宠了，所以两个人很快就自然而然的站队站到了一块儿。如懿是一开始跟乾隆就有爱情，她是得到乾隆的爱。我觉得可能所有女人都会有嫉妒心吧。我若要是臣妾，怎么还会让他出得了冷宫？其实朗华没有，但是朗华相信我是他的嫡妻，谁也取代不了我，而且我也希望他知道我是最适合当他嫡妻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手段去让皇上去更加的怜爱他，他就很希望这几个阿哥能够像一个真正的一个皇子，那未来可以变成太子，因为这样才能巩固他的地位，富察氏的地位。到了后宫之后，因为身份地位的一个改变，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家族，每个人都想要每个人想要的东西，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有些变化了。女人是最怕寒的，果然连风毛大衣都穿上了。你年纪轻轻，也要好好调养身体，是也好给皇上再添一个阿哥。高希月他从来都想依附于朗华，因为朗华是皇后，那朗华也是借助于高希月她的这种依附，然后有些事情就是让高希月去做。在希月看来，他跟朗华的关系，他们是情同姐妹，所以他很多事情都坐在了他前面，然后也愿意去帮他出头。很莽撞，然后呢，有什么事情就朗华一说，然后那个他就冲上去了。听说你在前面还是一个没名没分的人，只能是在前面。
那每一个女人其实都是人性化的在塑造，每个人进宫的动机也不一样，生存的动机也不一样。高希月还是沾了很多他爸爸的光吧，因为当时高斌在朝臣中是一个对皇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官员。那你说谁不爱自己闺女啊？当爹的希望自己的闺女有出息啊，最好能上位啊，干过这个如意啊。本宫给你的东西再好，也不过是一件贡品罢了，怎比得上贤妃宫里挂的一副匾额，都是皇上御笔亲题的。就他会觉得他想要的东西所有都给如意了，包括这个男人的爱，他觉得他什么都没得到。本宫一心想要越过你，没想到今日沦落到这般地步。其实他心里是空的。她虽然是贵妃，位分很高，然后没人能超越她，她是会有感觉到威胁或者是女人的那种紧张吧。皇上，方才我们俩好了，贵妃，你身子不好，孩子顽皮，你也受不住。再说了，贤妃也比较清闲，永皇交由她照顾，这样也好。朗华一开始他是不屑于这些的，但是呢，他的妈妈呢又是过来人，做正妻的要什么都得想到，但不必什么都做，有底下的奴才替你效劳，何必脏了你的手呢？所以其实也是用这种观念慢慢的去改变朗华。这是我成婚的时候皇上赐给我的嫁妆，听说是安拿来的贡品，所以便转赠给2位妹妹，以表倾慕之情。其实郎华这个角色在整个剧里来看，他不坏，他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有很多的责任，他有很多的事情，他逼不得已，他要隐藏自己的个人情绪，去考虑，比如说复查整个族，就是考虑他们的利益。我认为朗华他其实一开始，那他就是一个想要做一个好皇后的一个人，那后来触碰到他自己的一个底线了，那我就是反击。我认为我自己也有依据。本宫给了你们这对镯子，就是想要告诉你们，彼此间要存了亲好之心。你倒是肯天天戴着，也不枉本宫的一片心意。臣妾会时时带着，时时谨记的。其实他做的最坏的一个事儿，就是给了那个镯子。哎，这是什么呀？这是零陵香，女子若是长期使用，便不易有孕。没有想到，就是害他最深的人是朗华。这镯子里边藏着伤人血气，让女子不孕的零陵香，完全不能接受。后来他也只要去告诉皇上朗华这些罪行。重阳佳节，皇后又指使臣妾烧死贤妃，是贤妃得风湿之类小恶，固然有嘉妃收起药力，但事情是皇后让臣妾做的。比如说在前期的这个阶段里面，其实朗华和高希月也算是牺牲品了。所以你看后宫里面谁说了算？太后说了算。乌拉那拉氏谋害皇嗣，罪不可恕，理应即刻褫夺封号，废为庶人。她是太后，她狠是因为她必须这样，她才能够生存。皇上拧半天，他最后还是得听太后的。她要权衡，让彼此又能斗，又能被她掌控。皇娘精心挑选的人，果然清丽，心思也不俗啊。她的城府太深了，看似好像是一片祥和，其实暗自里边都互相较着劲儿呢。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来了！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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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在这儿呢。韩相建议朕来了，对他独宠的话，他就会有压力，所以就会很讨厌我，或者说是想方设法想弄我。很多的事情到最后就变成了为了国家的安定。如今荣贵人都侍寝了，一旦玉玺生子，后宫整个都要翻天了。你一朵花开得最艳了，其他的不都是虚掉了吗？我有那么多的媳妇儿，不能一个得势。那皇额娘的意思是，你让韩氏喝下去，
让他一了百了。我的内心是觉得孩子是要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生的。皇后娘娘给我这碗绝育汤的时候，我是毅然决然就喝掉了。皇后娘娘因为这件事情被皇上迁怒，她也是非常自责的。谁做的？回皇上，是臣妾所为。他是很老道的，他是很深思熟虑的，老谋深算的。作为太后，她要布很多的卧底，她要布很多的棋子，在很多不同的层面。太后呢，手下不是有3颗棋子吗？白蕊期、奕欢跟陆慕平。太后把他纳为自己的人，她也通过一些手段，自己大胆的跟皇上接近。你叫什么名字？奴婢姓白，名蕊姬，成为了乾隆他登基以后第1个的新人。叫什么名字？妾身太常寺少卿陆世龙之女陆慕平。说话干嘛的都是看着他的眼色，他让我去做什么就做什么，有点像太后的一个傀儡。你是挨家去见的人，不劝谏皇后，还一心揍着他，这真是看错了。太后就是把奕欢当一颗棋子，所以棋子是可以换的。奕欢死了之后丢了1颗，我可以再换下一颗。太后。做太后来说，就怕宫中太宁静了，但是又不能斗得太无宁日，所以这种平衡永远是要被操纵的。金玉妍就藏得很深，金玉妍不停地在他面前煽风点火，说贤妃怎样怎样。不然这样，臣妾替皇后娘娘去看晚会。他每一步前进的绊脚石就是这个人，那他只能去那么对他，以至于说，其实朗华也被金玉妍蒙蔽了。从前他做不成嫡福晋，心里不知多怀恨呢。如今想与皇后娘娘分庭抗礼，也说不准啊。其实最重要的是世子，他自己的信念，对爱情的信念，他觉得是爱情，为了这个人什么都可以做，费了这么多心思，就是为了皇上登基后的第1个皇子是我生的。这个孩子是咱们的指望，这个孩子也是世子的指望。他有自己坚定的信念的同时，又是一个很有计谋的人。他很能看出别人的欲望，别人的一些弱点，所以他就去利用这些，一步一步的去达成他自己的愿望。姐姐封妃不只是因为有生3阿哥的功劳，还有抚养大阿哥的苦劳。为着您有2位皇子，您是妃位之首，咱们都服气。可若是这大阿哥被要了回去，那可就